这批动乱分子在那里打的要普选制的旗号，然后呢要向美英制度学习，要脱离中国，要搞港独。我给大家的回答是，经济上的分析来看，只有莎士比亚的一个句名可以概括，叫无事生非。香港能闹到这个程度呢，还是让我比较惊奇的。我就自己做点研究，我把我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和大家分享。我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是，香港现在社会的这个动乱是不是由于经济问题引起的？我为了避免争议，我不用中国的数据，我用的是世界上数据更新最快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同时呢还有联合国的数据，从1970年开始到2017年。那我看的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人均的 GDP。 澳门的人均 GDP 在这个东亚地区是最高的，和西方比都是最高的，世界上排名第4，在前面的话就是石油国家什么的。多少呢？人均11万美元，香港61500美元。请大家注意，香港的人均 GDP 是高于美国的59800美元，也高于德国的58000美元，高于台湾的5万，高于其他的国家。通常讲的五眼联盟呢，澳大利亚、加拿大呀、英国呀，还加上法国、日本，都比他们要高。比如说日本，大伙羡慕的不得了，人均 GDP 多少呢？只有42900。如果你要相信西方基本理论是正确的话，那香港人均 GDP 几乎是中国的4倍，比美国和欧洲国家都要高。香港人应该非常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当然它比不上开赌场的澳门或者中东产油国家，但是你们要想一个问题，香港那么小的地方，又没有资源，又没有美国那样的高科技，金融有，但是金融的实力也不如美国和英国，怎么可能人均 GDP 比美国、英国还要高呢？我的猜测大家也很容易同意，那显然是搭了中国大陆发展的快车。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也检验了一下历史数据，这个我就看了一下人均 GDP 的这个增长率，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香港所谓的激进民主派要指责一国两制失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都有数字可以算出来。97年到2017年，我讲的都是人均 GDP 扣除人口因素，中国增长了5倍，整个东亚发展远远超过西方，那平均呢增长了2倍。香港呢在回归以后的这个增长速度呢落在了韩国和新加坡的后面，所以比东亚的平均速度呢要低，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欧洲，而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有趣的是，香港回归以后，美国和英国的发展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如果你要讲拿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来做考核的话，中国大陆是 A 是 U， 香港是 B， 欧洲是 C， 美国和英国及格都是勉强。香港要崇拜英美的制度，没有数据，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那么我前面讲的这个是回归以后到这个2017年，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么如果我看金融危机以后的表现呢，2008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的发展的速度，中国大陆又是远远领先于整个东亚，香港略低于东亚的平均数，略低于，我认为这里面就有香港反对派闹事儿的后果了。但是香港发展的速度仍然远远高于美国。美国呢在金融危机以后呢，它反而增长的比欧洲快了。美国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去了，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后的表现呢比欧洲还要强一点。但是他们和香港和中国大陆比起来，美国差得远。2008年到2017年，中国增长了几乎2倍，香港呢增长了1.2倍，美国只增长了 8%， 跟危机以前比。所以现在特朗普打贸易战在吹牛说美国经济怎么表现好，中国经济怎么表现不好，美国很容易就能打赢贸易战，他在那说瞎话，给自己壮胆了。如果看人均 GDP 的绝对数，香港的日子过得也比美国好，比整个西方日本都过得好。如果讲发展的速度，香港的速度
仅次于中国大陆和东亚国家的平均数，因为新加坡、韩国在中国大陆开放以后是紧密的和大陆合作的，所以他们获得中国大陆市场的这个助力竟然超过近邻的香港。所以这里面我认为香港老百姓如果要反思的话，包括台湾，其实只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陆迅猛发展的时候占了最大便宜的是新加坡和韩国，而不是香港和台湾，恰恰就是台独和港独分子捣乱的结果。但即使他们捣乱，香港的经济的绝对数和香港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高于他们现在崇拜的美国、英国。现在中国的媒体给香港的动乱定义为激进分子，西方媒体把他们定义为 pro-democracy， 是民主派。我认为名不符实，他们不是激进，他们是倒退。倒退到什么地方去？要倒退到香港回归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去，要崇拜殖民主义时代的老主人。而现在这个时代呢，恰恰是美国、英国都衰落，而且英国衰落的在世界平均线以下，英国退欧现在发生困难，如果他退欧不顺利的话，联合王国就会解体。所以香港的这批动乱分子受了他们的学校的一些历史开倒车的老师的忽悠，要去模仿失败了的制度，你怎么能说他们是激进分子呢？所以我认为他们愚不可及，是击退分子。那么有的朋友就可能质疑了，说你要看这个经济数据，人均 GDP 的话，那香港人生活的确实是很好，但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呢？那肯定政府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数据，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看什么呢？看人均的预期寿命，你就会发现日本的生活质量确实是高过这个新加坡和这个澳门和香港。为什么呢？日本的人均 GDP 没有香港高，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比不上中国大陆和香港，但是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世界上排名第一，多少呢？85.5岁，香港呢也就只差了2岁多一点，是83.1岁。美国多少岁呢？美国的平均寿命只有80.1，还不如台湾。所以在这点上呢，大家应该说香港市民生活的比美国人、比英国人还幸福，没有可抱怨的地方。那么有人会说，那这个香港的这个特区政府是不是管理不善？我看3个指标，一个指标就是 GDP 的扣掉通货膨胀以后真实 GDP 的增长率。那中国的增长率是2017年 6.9， 这个澳门比那个中国大陆增长的还快9.1啊。然后呢，香港多少呢？ 3.8， 那就比中国大陆差不多少了不到一半。但是请大家注意，香港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还高于新加坡的 3.6， 那加拿大呢只有 3% 了，台湾 3% 都不到，美国呢只有 2.2%， 日本 2% 都没有，日本和英国只有 1.7%。 所以你要看最新的中央情报局的数据，真实经济增长率，那香港当然不如中国大陆，但是已经超过了和它竞争的亚洲的小龙，然后远远高于西方国家。香港人应该有点志气啊，应该觉得我现在比美国强多了。香港现在是做的比美国好，但是底气比美国差得远，那叫没出息。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数据，有人说是不是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出了问题了，所以生活成本高啊？我看看也不对，现在整个这个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太高，是通货膨胀太低。为什么呢？金融危机以后大家不敢投资，所以呢钱印了很多，但是通胀率上不去。美国是 2.1%， 英国呢 2.7%， 比较出点问题的俄国 3.7%。这个按历史水平来说都不算很高，他们的通胀率都要比香港和中国还要高，所以通胀在现在来说呢，不是世界的主要问题。那什么是世界主要问题？失业率。所以你现在看世界各个地方，凡是动乱的地方，失业率一定是很高的。那我们来看看香港现在动乱，是不是失业率造成呢？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现在里面在那搞打砸抢的是失学失业的人。所以呢，好像年轻人闹事儿有理。
我开始以为是真的，一看数据以后，假的。失业率最低的都是在大中华经济区。澳门失业率最低多少？2%。新加坡呢2.2%，日本呢高一点2.9%，香港呢比日本高一点3.1%，台湾的失业率都比香港高多少呢？跟大陆水平差不多，一个3.8，一个3.9。所以你就知道大中华经济区在创造就业方面，在全世界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随着失业率高了呢，那就英国、美国的失业率，还有俄国、加拿大、法国啊什么，那都比香港、中国高多了。那比较严重的，大家就知道前一阵黄马甲运动闹得天翻地覆的法国的失业率多少？9.4%。所以你就知道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上街闹事儿有经济上的道理。巴西总统都给颠覆掉了，为什么？失业率超过10%，12.8%。香港现在闹事儿，经济上没有道理，特区政府和着中国的一国两制，限制了香港经济的发展，限制了香港人民生活的改善。恰恰相反，香港经济的发展和改善的程度超过可以和它比较的多数的亚洲国家，远超过欧美国家，包括日本。这批动乱分子在那里打的要普选制的旗号，然后呢要向美英制度学习要脱离中国，要搞港独。我给大家的回答是，经济上的分析来看，只有莎士比亚的一个句名可以概括，叫无事生非。那么我们就剩下一个问题，那中国大陆总是做错了什么事儿吧？不然香港为什么要那么多人闹事儿呢？答案是什么？我下周来给大家解剖一下。我们再休息一下。